嗨，大家好，我是肖。今天呢，我要来拍的就是我买过超级多的网红团购。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使用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它好用的地方在哪，不好用的地方在哪。我其实在前阵子就已经想要拍这个主题了，但是因为东西太多，然后也没有去整理它，所以呢，我就是一直搁到现在。直到昨天我在 Threads 上面就有看到有人发文，就是问大家第一届就是网红团购的雷物，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留言，就想说，好，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拍完。那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就是 mail 里面有很多就是不重要讯息的人，所以其实网红的那些什么发货信还是什么订购信那些，其实我基本上我当下会删掉的，我其实都已经删掉了。所以我这一次拍出来的东西应该不是100%的东西，加上如果有一些是什么零食还是什么，那也许我应该很早就已经就是吃完了。可是目前呢，绝大部分就是在我可以看到的视线范围内，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买这些东西我自己的心得是怎么样。而且我昨天在那个雷物的那个留言区看到，对，确实有一些东西我是真的觉得蛮雷的，但是他们广告真的超级大，所以呢，今天拍这个影片就是来帮助大家避雷。今天的这个产品类型呢，我会尽可能的把它就是变成食衣住行这个部分。我统整下来之后，发现我在吃的东西以及在电器上面是买比较多的。我已经把东西拿过来了，我只能说东西真的很多。那因为我平常呢，就是一个我会在家里煮饭的人，还蛮喜欢买一些类似调味料的一些东西。首先第一个金葱鹅油，我相信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会喜欢。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调味剂。就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吃个面，然后我想要复刻一下市售的一些面店的一些油葱的味道，然后你就加这个1匙到2匙，或是炒菜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会非常的香。然后它的成分也很单纯，就是鹅油、红葱跟盐。团购那时候可能一次就是买个至少有3-4瓶之类的吧，然后它就是冰在冰箱。那冰在冰箱之后，它的油会凝固没错，可是你只要用叉子就是插下去，它其实也是很容易就会拿起来，它不会整个就是固化。所以这个我自己还蛮推荐油类的部分。然后我也有跟团买过很多的橄榄油啊，然后或是一些什么酪梨油之类的。我平常是不会用什么沙拉油或是葵花油的，我一定是用橄榄油或是酪梨油或是玄米油之类的去炒菜。然后我买过1罐的那种，我也买过喷的。我后来还是觉得买1罐的那种好像会比较，就是感觉好像东西比较纯，因为我用喷的，我把它喷出来之后，就觉得上面的那个浮的那一层酪梨油的那个颜色，就是感觉不像一般罐装的那种酪梨油颜色这么的清。第二个呢，桃屋的这个蒜酱，它其实是我在酷澎买的。在买这个之前呢，我已经就是看过很多涮屋这个蒜酱的团购了，但是呢，涮屋的这个团购的价格，它是比这个桃屋还来得更高的，所以呢，我就是先买这个桃屋的这个蒜酱来试试看。它里面的蒜头其实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细碎的，然后一部分少少的它可能有切的比较大，然后它因为有加其他的一些类似什么油菜籽油啊，上面好像会浮一层类似辣油之类的比较偏红色一点的颜色。那后来呢，我当然就是还是想要试试看这个涮屋到底有多好吃。这个涮屋的这个蒜酱，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大块有点切块的那一种蒜头，它这个蒜头的颜色就是属于那种有点像土黄色的，可是这个桃屋的这个蒜酱它是白色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确实这个涮屋的这个蒜头味，它是比桃屋的这个蒜酱还来得更浓郁的。所以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涮屋的这个蒜酱，我是会把它们2个混合一起用的。然后我更喜欢这个涮屋的这个干贝蒜酱，它这里面的蒜头我觉得没有很多，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类似 XO 酱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比正规的 XO 酱还来得更便宜。它这个味道呢是不会辣的，那它这边就是有蒜头又有干贝丝又有红葱头，所以它就是味道上面会再更浓郁。所以有的时候炒菜还是什么的，我也会就是加一点点这个蒜酱，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是真的蛮不错的。再来是一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品牌，叫做湾七辣。湾七辣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应该算是第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辣酱的一个视觉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买这个辣酱，因为我家人很喜欢吃辣酱，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到就是很喜欢吃。然后我自己平常也不太吃辣，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就是觉得湾七辣的辣酱很好吃。那后来呢，就有加上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
青葱酱。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葱味的人的话，你应该会喜欢。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么的喜欢，就是很多的葱的味道，就是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刺激，然后我不太喜欢那个葱留在嘴巴的味道，所以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还好。那他们最近呢，就是出了这个贡菜，他们这个贡菜好像有2种口味吧，一个就是原味，原味就是比较辣的，然后还有这个是香茄汁汁脆贡菜，这个就是有点类似番茄口味，然后是比较酸甜口的。怕辣的人呢，你就可以选这一罐吃。那这个应该算是他们这个品牌里面我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个产品，就是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般的腌菜，然后有时候如果你吃的面可能吃的太清淡还是什么，你可以就把它加一匙在旁边配，就是其实也算是还不错。这个是跟明帝团的无水奶油，比一般奶油来的还要更好。那你如果想要有额外的一些香气的话，脂肪量也是比一般的奶油还来的更少的。类似说我可能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我就会加一些进去，或是一些你想要有一些奶油料理，或是你在炒蛋还是什么，你也可以加1匙进去。这个无水奶油我自己觉得也还蛮不错，而且它就是用量还蛮省的啦。调味料的部分还有这个是肯斯厨的调味料，他们的调味料啊都是他们自己去研磨之类的，然后他们的成分就是很单纯。例如说这个是纽奥良肯琼，它的成分就是红椒粉、海盐、洋葱、蒜、黑胡椒、百里香、辣椒粉、白胡椒等等，就是他们的成分是很纯的成分。那他们的这个调味料的口味有超级多，有甜的，有咸的，有辣的，也有基本的那些类似黑胡椒的东西。因为大家现在应该很常就是看到说有那种我们从小很知名的那种品牌，它里面可能是因为潮湿或是怎么样，就是你调味料可能放置了一段时间之后，里面就会长虫，但是呢被外面的包装纸包住了，你可能看不到。我自己其实也会怕，所以有些人就说其实调味粉是要拿去冰冰箱的，但就会占很多空间啊。然后肯斯厨的这个它的这个外包装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它现在的样子，那里面当然偶尔会有一些结块，就是还是会有潮湿的一些那个品牌方说，就是你就是这样子摇一摇，它其实就还是 OK 的。因为我自己常常会自己煮东西，不太会在类似大润发或全联那种地方去买一些海鲜类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海鲜类的东西我都是用团购，珍妮码头的团购就会有鱼啊、虾啊，或是一些类似花枝姜还是什么的东西。然后我每次就是会一次买1箱免运的放在我的冷冻库，所以我的冷冻库都会轮流，可能这一次是跟鸡肉的，然后或是这一次是跟珍妮码头的海鲜团购，我就是大概1-2个月我就会轮一次。那鸡肉的部分呢，我都是会买大成的鸡肉，因为他们的那个鸡腿排会有很多种的口味，类似说这个是黄金脆皮的，然后这个是就是原味的，然后我就觉得比起我可能一直去买一些鸡胸肉回来还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偶尔你想要吃个你就拿去煎，就它其实是还蛮方便的。我也有买这个碧莲的水饺，这个里面好像是它的馄饨吧。馄饨长这样，这个是鲜虾的。我妈妈把它的水饺另外包起来。我现在正在煮水饺馄饨汤，我们待会一起来吃。这是它的水饺，其实内馅很饱满，但我家人觉得就是它的肉的比例不太多，很多都是菜。那这个对喜欢吃菜的人来说，应该就是会蛮喜欢的。我觉得它这个水饺单吃就已经蛮有味道的，因为它里面的高丽菜的含量其实蛮多，所以就是甜甜的，但是是这种菜的清甜，不是那种调味过多的甜味，所以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然后再来是这个不算是团购，但这个是我在 IG 上面就是被他们的短影打到，然后而且因为他们的老板又是一个北北，所以就是激发了我的一些购买之欲。就是他是在做腰果的，我也不是就是很常吃腰果的人，纯粹可能就看到这些爷爷很努力，所以我就是买了这个。他们的口味真的超多，但是我自己个人就是有一个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刻板印象嘛，就我觉得东西的口味做得越多，它就是越不精致，所以它这个口味就有很多想要打入更多市场，例如说像这个是章鱼烧，这个是玫瑰盐，然后他们还有一些类似枫糖，还有一些咸酥鸡的。那当然你出去玩你就这样子带一包，它其实还蛮不错。那你要说它就是真的特别的好吃还是什么的嘛，就是那样，就是你们可以想象得到那种
味道。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比较纯一点的腰果的人的话，你就不会喜欢有这种过多调味的。再来是我跟食物团的调味料系列，这个调味料系列可能虽然它是日本的吧，所以它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贵。这个是类似有海鲜味道的盐巴，所以你可能今天在煮一个类似好味噌汤，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在煮一个比较海味的一些火锅啊，或者蛤蜊汤之类的，也许你就是用这个海鲜的盐巴下去，它可能会很适合，可能会有些风味。然后再加上他们还有这个腌制的昆布丝，你就会看到很多就是食物系列的 IG 者们。他们都会把这个然后放在鲑鱼上面，放入冰箱，然后可能静置之后，然后就会切片然后来吃。但我就觉得一般的人家里怎么可能就是常常这样吃？所以呢，我自己就是想要试试看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口感。那当然，其实跟我想象中的没有差太多。它的话，我会把它拿来加在我煮汤的时候，把它放在里面。就是我不太会一下子用很多，然后去包裹那些食物，因为真的用量太凶，真的很贵。IG 的创作者他们其实都会轮流去团这些日本的这个调味料，所以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这个呢，也是我跟日本人，然后也是一个美食创作者跟他团的。这个是东京的麦茶，再加上我额外加购的这个芝麻粉。我其实很喜欢就是芝麻的香气，可是呢买回来之后发现它这个是含糖的，所以它怎么泡都不会有我想要的那种芝麻的味道。然后这个麦茶，老实说，我其实不太知道它这个麦茶跟卡乐迪的麦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里面的包装呢，就是也是比较简陋，就是长这样。当然它很大包，里面呢有20包，就可以泡得蛮久的。所以你看我到现在就是还有那么多。然后接下来也是跟明帝团，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很推荐大家的，它是一个没有咖啡因的麦芽大麦。然后它这个味道呢，就是你把它加入牛奶之后，它就会很像一般的拿铁，可是它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是孕妇，或是你本来就比较害怕摄取一些咖啡因，可是又想要喝拿铁的人的话，我很推荐大家买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喝。可是我没有看到太多团购团，其实在网络上你也可以买得到这个意大利进口的这个黑麦芽，我自己觉得它很香。接下来呢是一些饮品类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不陌生。咖啡因的红茶跟他们的咖啡球，你知道吧？因为他们的设计很好看，很简约，很时尚。然后卖咖啡呢，就是在卖一种生活态度。当我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在拍咖啡因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喝咖啡就是一种就是享受的一种生活形态，你就很容易就会去购买，就是你一定会想要试试看的嘛。首先呢，它的这个红茶，其实我第一次在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在嘴巴里面它其实会涩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浓缩的一个红茶包，然后它里面就长这样一包一包的。这个是无糖的，然后我加入了冰水之后去泡，我觉得喝起来感觉好像比较顺口，目前还是蛮喜欢的。这个咖啡球啊，它就像一个奶精球的一个包装，我觉得它的这个咖啡是属于比较重烘焙的，所以它加入我的牛奶之后，我就会有一股烘焙味。然后我自己个人其实是很不喜欢，就我觉得还会在我的嘴巴里面会残留那种烘焙的味道，所以我自己就不是到非常的喜欢这两个东西。我会比较喜欢这个红茶，这个就是如果你可能出去外面，然后你觉得比较不方便的话，也许带这个你会觉得很不错。这个是南非博士的红茶，这个是南非博士绿茶，这个是南非博士的绿蜜树茶。它们里面的这个包装，它是走比较简约一点，里面的这个袋装的又更小。我看到这种包装，我就会有一点降低我想要喝它的欲望。就是我好像还是会比较喜欢类似那种三角包装的茶包，可是就是好像我看到一些科学家说那种茶包就是不太好还是什么的，所以这个包装也许是比较对身体来说可能是比较无害一点的吧。你说它很特别吗？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味道。然后这3种都是没有咖啡因的。然后我推荐的茶的是一个，它也算是一个 IG 的一个创作者吧，然后他自己呢去日本，就是他自己去做了这些茶的品牌。我买了他的3种茶，一个是黄金荞麦茶，一个是太妃糖风味红茶，一个是万寿菊国宝茶。它好像还有抹茶的，因为我很喜欢荞麦茶这种有清香，然后你味道不会太重的这种
茶类，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喜欢，而且因为它的包装就是这种三角包，然后但是它外面呢也是这种属于纸的，可是我就觉得三角包我自己就觉得好像比较高级一点，而且它里面的这个荞麦分量其实超级多。那有在关注茶类团购，一定也知道五茶特地的去看五茶里面的荞麦茶跟它这个品牌的荞麦茶，荞麦的容量几乎是少了一半吧，可是呢价格没有比较便宜。然后后来我泡了它这个之后，就真的觉得一泡开就有那种荞麦这种很像谷物的这种谷香，我自己非常的喜欢。然后它就是用 7 的卖货店去卖。我曾经有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有人说，你都已经在经营自己的品牌，或者是你就是有在经营电商直销类的，你为什么发货还用卖货店发货？就觉得好像用 7 的卖货店发货好像很掉价之类的，为什么没有自己物流？对于消费者好的，例如说，因为我也会做发货的动作嘛，我就觉得 7 卖货店很棒，因为 7 卖货店的运费基本上是所有的寄件平台运费几乎算是最低的吧，它不到40块耶。但是呢，如果你要自己去弄一个物流，然后你要寄送的话，就是很多团购的运费至少都是100起跳。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为什么不用就是这种让消费者可以省更多钱，而且对你来说也没有花更多费用去维系这个系统？好，再来是一个在我桌上的古卡卡的这个团购，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吃麦片，可是有一些麦片里面添加了太多东西，我就不喜欢，类似说什么有什么葵瓜子啊，或是有什么很多有的没的坚果，我不喜欢很多种类的麦片。我吃了之后就是它没有怪怪的味道，因为有一些麦片它会有一些类似可能肉桂或是类似其他香精的味道，它的燕麦脆片就是长这样。然后这个是蓝莓口味的，这个是 Jonas 他自己独家的口味，然后我也买了超级多种，这个是他的大包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那个野莓巧克力跟他的单独的巧克力的那个味道。以前我还有买过小包的番茄口味跟他的柑橘口味，吃来吃去呢，我还是最喜欢他的蓝莓跟野莓巧克力跟他基本的巧克力。我可能就是一个小孩子口味嘛，就是这3个口味我吃久我还是最喜欢。大家对它应该真的是完全不陌生吧，它就是一个发酵液。这个发酵液呢，非常多的年轻的网红他们都会去推，然后都会说喝了这个之后，就是他们的小腹变得超级的平坦，上厕所也很顺，然后里面有多少的蔬菜，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它完全没有帮助到我排便的部分，更不用说就是它让我的肚子变得更平坦，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喝的一个果醋之类的饮品，那它拿去加气泡水那些是好喝的，而且它这样子一瓶也要1800还是1900吧。我自己呢反而会更愿意把这个钱拿去买爱多美的诺丽果发酵液，它同样也是发酵液，同样也有蔬果那些东西，可是诺丽果它本身这个营养就比这些蔬果的营养还来得更多了，就是已经有2000多年利用这个水果拿去当做药物治疗的历史见证，就是这个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到的。那如果一样的钱，那我当然是会把钱拿去买我们的诺丽果，所以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好喝的饮品。其实说真的啦，排便不顺的人他的原因真的有非常多，不会是单单的因为你蔬菜吃的太少所以导致你就是没有办法排便顺利，这个跟他自己本身的肠胃饮食习惯，类似说油有没有吃的够多，不是只有蔬菜吃的少的人才会排便不顺。所以我觉得在讲到排便不顺这个议题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探讨的层面有很多，它绝对不是只有单1-2个原因造成它肠胃不好以及排便不顺。那今天呢就是我买了食物团购，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买过或是我没有买到但是你觉得很雷的东西，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因为我可能也有买过，只是我可能忘记了，或者我已经吃完了。该怎么说，因为我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接到了一些商业合作，其实有一些东西你很难避免说好你要跟厂商谈说我想要用个2个月或者3个月，也许保养品的商业合作可以，因为它本来就需要一些时间，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会试这么久。说实话，有很多的美妆保养品的业配，他们其实都是带妆在擦那些保养品的，所以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在乎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其实是
很怪的。有一些厂商可能就会希望你可以几个礼拜内可能就可以拍什么影片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目前接到的商业合作还不是很多，我还没有非常的熟悉他们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子。例如说，如果今天接到了一个食物的商业合作，那他是会给我吃东西，让我自己去觉得好吃或是不好吃，我再决定要不要接嘛。但是我接到的食物的合作有点像是他们给我产品，然后我帮他们拍，就是好像少了一个我自己喜不喜欢，然后我有这个决定可以去做我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不太清楚其他的商业合作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自己知道也很难避免说这些创作者们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体验这样子的产品，可是当你今天真的想要去赚人家钱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责任，可能就是有一点两难吧。今天你自己在推广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卖你自己的影响力，可是如果东西不好，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也许他之后就不会想要买你团购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个人的影响力它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例如说有在看我频道的大家一定都知道，其实我在推广的就是爱多美的东西嘛，不管是生活用品、保健品还是美妆用品。说到保健品，就其实我对于一个保健品的团购，我真的觉得他们包装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我今天没有在用爱多美的保健品的话，我一定会去跟团买。可是就是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一些保健品上面的知识之后，我再去看，我就觉得可是他卖的东西很贵，但是呢他们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单价压低，可能你买这一瓶叶黄素可能就只要700-800块而已，你就会觉得天哪好便宜哦。可是它这700-800块可能是30天左右的份，就是它是1个月的份。那如果以爱多美的叶黄素来说好了，它一瓶是1499，可是它是3个月的份。那我们再去讲它的成分，其实比较大牌的叶黄素他们用的都是用游离型的叶黄素，因为游离型它就是分子会比较小，所以它会比较好吸收。但是呢好用的叶黄素它是酯化型的叶黄素，然后我看过他们的网页上面的介绍，他们叶黄素的含量就是一颗也没有很多，可是呢爱多美的一颗就是已经到了1天摄取的最高上限，就是30毫克。我自己也是一个消费者，我在看很多网红团购的东西，我当然也会就是觉得哎呦好想买哦，所以我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可能年纪变大的时候，或是理解的东西变多的时候，就会开始变得更理性，然后也更知道要怎么样去分辨哪些东西是好的东西。我以前就是觉得说我都只在用爱多美东西，爱多美保健品，爱多美的美妆品，爱多美生活用品，然后我把我自己的形象顾好，我的皮肤其实不差，我的身体也算 OK，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确诊过，那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品牌见证吧。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没有，你一定要去尝试很多其他的品牌的东西，你才会知道哪个东西是好的。但我有时候就会想说，那些用很贵保养品的人的皮肤好像也没有真的比较好，但他们的工作可能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质地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但好像也不是这样他们就是跟你讲说它的效果就是很水润，很烹饪，然后很抗老还是怎么样子。一定有那种真的自己试用然后自己觉得很不错的人，但如果要花更多钱然后去有那样子的肌肤，跟我现在使用爱多美的东西然后继续维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肌肤，我还是可能会选择就是继续用爱多美的东西。我把爱多美这个品牌的东西都用过了，用好了，然后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子的人适合用什么样子的产品，什么样子的人适合用那样子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目前想要的目标。那如果你也想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说我到底平常都是在用什么东西，或是了解为什么我想一直去推广爱多美这个品牌，因为我没有从中就是赚到任何的差价，我不像团购一样就是他们卖一个东西他们可能会有额外的分润。而且大家可以去看我某一集就是在讲直销影片，其实网红在做团购的这个动作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直销，只是呢把那个分润给他而不是给我们而已。所以呢同样都是一个推广的动作，那为什么你不把就是这些回馈留下来，是回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后你一样可以拥有一个好的皮肤、好的气色以及好的身体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广爱多美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用平价的价格，但是我们可以用到高品质的产品，然后我们一样去做这种推广动作呢，我们大家都能够互相在这边得到一些回馈。因为现在赚钱不容易，可是我们可以透过转换我们的消费模式，无痛的累积到更多的现金回馈。
讲太多了。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一个食的团购分享，对，欢迎大家就是留言。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